一炷行窝，几十年，蓬头长日，奏如颠。海棠亭下，重阳子，莲叶舟中，太乙仙。无物可离，须可外。有人能悟，未生前。出门一笑无拘碍。云在西湖，月在天。这是全真七子最高光的时刻。梅超风听闻七人吟诗之音，个个内力充盈，心想莫不是全真七子齐聚。但这声音和18年前在大漠听到的截然不同。梅超风怀疑是马玉故意布下迷阵，当即略微出手想试探一番。只见到2位道长手中拂尘一挥舞，掀起地面2顶水缸。雕虫小技也敢在老娘面前班门弄斧，却又看着马玉和王楚一联手合力打出一掌。岂知这2人掌力同流，一阴一阳，相辅相成，力道竟是大的出奇，远非2人内力相加之可比。梅超风大惊失色，心想这2人功夫如此高深，绝非全真七子之辈，叫道：“是洪七公段华要在此吗？”你也太看得起我们全真七子了。没想到这王重阳竟给他的徒子徒孙留下这么多看家的本事。全真七子也不想以多欺少，看梅超风双目失明。全真七子再没有本事，也不会跟你动兵器。进招吧！梅超风微微一笑，不动用兵器也想斗过我手上银鞭。马玉不予回应，只是喊道：“布阵！”就看这全真七子方位忽然变换，落位于9铺各处，其阵势犹如内北斗星座之形，天枢位、天玄位、天机位、天权位，4人组成斗魁；玉衡位、开阳位、瑶光位，3人组成斗柄。只见梅超风的毒龙鞭打向孙不二胸口，气势极为狠辣，可这道姑却仍是巍然不动。这所谓天罡北斗，乃是和7人之力为一，御敌之时阵眼位不用出力招架，却由身旁道友侧击围攻，犹如一人兼数人之功，其威力自是不能小觑。拆的数招过后，梅超风心中愈是惊慌，手中银鞭虽可挥舞，但覆盖圈越来越小，即便是手中9阴白骨爪和那催心掌的功夫齐出，却也是突不破这重围。眼见梅超风越来越难支撑，只看七子包围困住梅超风，清净散人孙不二一掌从天而降，梅超风抬脚与其抗衡，可一旁还有丘处机、马玉、王楚一3人合聚使出一掌，梅超风再无力抵抗，一掌被轰飞出去。幸亏此时后面出现一人，用强大内力接住梅超风，若非如此，梅超风怕是此命休矣。来人自是那东邪黄药师，丘处机一见到黄药师到来，当即就出手想替那枉死之人讨一个公道，却不想刚出手就被黄药师一掌拍飞。其余6人见状，当即就联袂朝着黄药师攻去，一时间双方竟难分伯仲。此时屋外又进来一人，王重阳，你的这些徒弟真是窝囊废啊！你全真派就要后继无人了。欧阳锋的言语挑衅瞬间激怒了全真七子，几人不留余力，合力化7人为一。黄药师心中感慨，真没想到王重阳还留有这么一手。而后忽见2位道长双剑齐出，连绵而上，这全真剑法变化精微，双剑连试，威力极盛。黄药师倒也不敢轻忽，凝神接了数招。剩余5子趁此空隙也各站定方位。这天罡北斗之阵一不成，情势立变。黄药师不禁心中懊悔，早知如此，方才一进门就该下狠手杀去2人。如今双方皆是骑虎难下，不得使出全力周旋。黄药师接连使出这桃花岛13门精妙武学，却也只能和7人打成平手。欧阳锋在一旁冷眼观战，心中暗想：这天罡北斗阵如此难缠，倘若留着，下一次华山论剑必是一劲敌。眼看黄药师已经动用真气，不如趁此机会给自己少一方劲敌。表兄，我来帮你。只见到这欧阳锋忽然间出手，朝着谭处端便是全力一掌，天罡北斗阵瞬间被破。黄药师见状怒斥道：谁要你插手？哼，那我就帮他们。话音刚落，欧阳锋就举着蛇杖朝黄药师攻去。黄药师背朝欧阳锋，不知有人偷袭，却看那梅超风听闻不妙，飞身硬是接住了欧阳锋一杖。老毒，你好狠毒！眼看偷袭没能得逞，欧阳锋悻悻说道：我帮你破了天罡北斗阵，就除去了桃花岛的叛徒，剩下6个你自己来对付吧，后会有期。说罢就转身离去。而剩下这全真七子只剩6子，天罡北斗阵已破，再妄自出手怕是要团灭，只好说道：黄老邪，从今以后我全真派与你不共戴天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的。